好啦，但我还是要提一下啊，就是减重这件事情啊，就是它跟跑步训练一样，它是只有累积没有奇迹的事情。对，所以你不要想说哦，我今天吃一下烧腊，这个都不能吃，那个都不能吃，不就跟你训练一样？你训练还是要每天早起，然后每天规律的去做很多事情，你才有办法达成你的目标嘛。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入到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地方，台湾非常著名的小吃店的部分。小吃店，对，小吃店有黑白切，然后馄饨汤，然后红油抄手、牛肉面、卤肉饭。我们要怎么去选择小吃店的摄取饮食呢？通常我点小吃店的时候，第一个先点的一定是烫青菜。你先把烫青菜点了，然后再把一些好的安全的肉也先点起来。低脂肉类小吃店里面就是像嘴边肉，然后等等的一些豆腐、豆干，这些都是可以选的。最后你再选主食，就是有点倒过来。选了这些之后，你其实就相对，好像就是差不多一半的一些食量。那剩下半份的食量，你就可以选像是汤面啊，然后或者是我们的火鸡肉饭，然后等等之类的食物。我想问一下，就是面的选择啦。我们讲小吃店，我们很常会吃面嘛，对不对？意面、白面，然后或者是板条，你会怎么去做选择？相对比较不好的其实就是黄面，然后跟一些如果我们卤味上面有看到的那王子面跟炸的意面，那些是相对比较不好的。那其他的像白面啊，然后或者是粉条这些，我觉得其实它相比之下都还 OK， 就是相比于那些酱料，我觉得它是比较安全的选择。所以你要选哪一个，其实差异不会到那么大了。内脏的部分你就想象，就是你自己本身身上脂肪最多的地方哪里，都是在内脏，尤其是肚子。对，所以就当然动物这边的，它比如大肠啊，然后或者内脏、心脏这些，它也是脂肪会比较高，因为它要脂肪够高才能保护我们的脏器嘛。所以当然我们在减重的时候要尽量去避免掉这些内脏类型的食物。因为小吃店就真的这些东西最多，它又小小的，你会觉得说没什么，因为它吃起来就是不会有那种饱足感，就觉得说我只吃了一点点没关系。那这种黑白切可能就容易导致就是脂肪的摄取量过高。对，那接下来我相信这个主题应该是比较不容易踩雷，就是健康餐盒的部分。健康餐盒确实就是还蛮 safe 的，原因是因为就算它的肉类是比较高好了，但是它在整个便当的烹调过程基本上都是少油、少糖，还有一些标榜少盐。我觉得它的地雷啊，反而对我来说是它比较容易饿。你的地雷会跑在变下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吃便当餐盒，通常中午吃完我下午会饿。会，真的会。我有一次就是早上训练完，中午吃便当餐盒，因为它就是小小的嘛。对。然后就是菜也够，可是肉也够，饭也够。结果我下午饿了，就我吃完当下其实是饱的，但是我结果到下午是饿的，是因为什么？因为它通常烹调用油只要少，其实像刚刚有提到，油脂是帮助我们肠胃饱足感的一个营养成分嘛，所以它如果油脂用的比较少，会让我们的消化变快。所以我们的饱足感啊，在下午的时候就会让我们饿，所以它的地雷反而是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回到就是说，我们就是你在嘴馋时可以随时拿得到的食物，像我自己就豆浆，对啊，豆浆啊，牛奶，然后或者是水果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安全的，像坚果、无调味的，就摆在周遭这样子。我今天真的是学到，因为我原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可能没有想到是因为脂肪的量不够，然后才会引发就是下午可能会有肚子饿的状况。好，那健康餐盒看起来应该是相对是比较安全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讲到就是素食自助餐，可能有些人看过《茹素的力量》，那可能要特别注意就是素食的蛋白质跟铁质，还有那个 B12嘛，这一类型可能会比较缺乏。那我们要怎么增加这些摄取？然后我们要注意它哪些事项？其实，在素食刚刚有提到，就是铁跟 B12比较容易缺嘛，还有一个就是我还蛮常见，就是吃素的人会容易在蛋白质上面会比较少摄取到足够，反而是在蔬菜吃的很多这样子。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就会变得它有点反过来，因为我已经不担心你的蔬菜了，但是你一定要先吃够，要先注意的是你的蛋白质量，才能支撑我们就是比较这么高强度的一个训练，因为蛋白质对于跑者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对，那所以像是豆腐啊、豆干，那如果你是可以喝奶蛋的人，那尽量一定要吃到蛋。
然后跟牛奶等等这类型的食物，每一餐都一定要吃到大概1个手掌的大小，然后才能足够。然后接下来你才会去选蔬菜。那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说，因为吃素有蛮多加工食品或者调味酱料上面，它的热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些状况之下呢，你就要非常注意，就是你选择尽量要选以原型食物为主的一个选项。因为其实他们很多炸的东西，我发现素食自助餐几乎有3到4成都是炸物，所以这种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它有一些什么素肉排、素鱼排这些，它其实里面加工就蛮多，尽量避掉。所以原型食物像是一些就它会炒的那些什么莲藕，然后或者是地瓜啊这类型的东西，是相对比较好的。OK， 那我问一个问题哦，就是我常吃这个素食自助餐啊，它可能会有一些沙拉，那这个沙拉可能是马铃薯沙拉，那这种马铃薯沙拉适合在我在增肌减脂的时候吃吗？因为其实还蛮好吃，然后又会配一些葡萄干，我相信素食者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其实这个是 OK 的，然后有时候会加一些木素芽嘛，对，其实它蛮 OK 的，但小心的都还是酱料啦。它有时候酱料是加那种就是沙拉酱，有一些蛋黄啊，然后油啊一些打成的，对。那这个你就是如果现在想吃就加少一点，对，它也会伤害比较小。那最后呢，我们就是来讲到鸡肉沙拉了。那鸡肉沙拉对于增肌减脂你是怎么看的？鸡肉沙拉其实本身还蛮安全的，对，它蛮适合在平常的饮食，例如说午餐的时候吃。那只是要注意的是，因为鸡肉沙拉感觉字面上意思只有鸡肉跟沙拉，但是要注意就是以跑者来讲，你的淀粉类还是要足够，我们才能恢复肝糖。所以在鸡肉沙拉里面，你可以加一些主食的东西，像玉米啊，然后马铃薯、地瓜，它其实也是沙拉里面的一环，然后所以也不能忽略掉，不要真的只吃了鸡肉跟沙拉这样子。其实有些鸡肉沙拉就是很多元，里面有南瓜，有南瓜也可以，有藜麦啊，然后甚至像也可以超级食物那个羽衣甘蓝啊这一类型的，其实都是我们很好摄取的。到时候我就会来去找不同的鸡肉沙拉，对，来看看到底鸡肉沙拉的变化可以有多多。OK 啊，我们一直没有讲到酒这件事情，我到底在增肌减脂的时候可不可以喝酒？哦，我知道跑步的人很多很喜欢喝酒，不是跑步的人，是大家。Everybody。酒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在增肌减脂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原因是它酒精进到身体里面，它基本上它就是去堆积脂肪了。是啊，对，然后而且它其实非常不利于增肌，它是会伤害肌肉的一种营养素，所以会建议你如果真的要积极的去执行增肌减脂这个计划，那最好在酒类这方面是直接去掉，就是拜拜。对，而且喝酒其实也会对跑步成绩是有影响的。小酌就好，不要酗酒。对，不要酗酒。然后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最后呢，我们想要问一下，就是我们会有口腹之欲嘛？那我们要去怎么调整，就是才避免，就是说我们每次都会有个反弹，突然有一天，老子就是要吃到饱，嘴馋了，受不了了。今天我就觉得我已经忍很久了，我已经忍2个礼拜、3个礼拜，我今天就是要可能去吃一家吃到饱，烧肉吃到饱，火锅吃到饱，啤酒喝到饱。有几个点啦，第一个是要吃饱。对，这个是听起来好像很废话，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增肌减脂，有些人是忍不住，那有一些人其实是他克制过头，然后这些忍不住都是来自于对你来说这个标准是克制过头了，所以你才会嘴馋，然后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去吃东西。克制过头，对，因为是真的吃太少了。对，所以你第一个准则是你一定要吃饱。那吃饱其实有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的一天的蔬菜量要吃够，因为蔬菜里面的纤维是可以刺激我们的饱食中枢的，然后它也可以延长我们的饱足感。所以对于那些就是真的想要减重会嘴馋的人，蔬菜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对，所以像是刚刚前面提到的，每一天要吃到3拳头的蔬菜、2拳头的水果，然后再加上奶类，它就是可以调整我们的饮食当中的比例啦。你本来比例都是被一些炸物啊、甜食、肉跟淀粉填满，你现在是调回来，先是以蔬菜、水果和牛奶为主，这样子就会相对来讲你的饱足感就会提高。那第二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肠道菌就是赶走贪吃菌。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觉得哦，我现在好想吃咸猪鸡哦，感觉有个脑中有个声音在炸100、炸200、炸500，对，驱使我去做这件事情。我跟你讲，这是真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当我们的饮食习惯里面，我都在喝酒，都在吃炸喝甜的时候，我的肠道菌其实你会养一群喜欢吃炸跟喝油吃糖的细菌。然后这个肠道菌它会透过我们的神经系统跟荷尔蒙去告诉你的大脑说，来吧，
来吧，再给我多一点糖，再给我多一点炸。我跟你讲，这是真的。好像那个催眠哦，来吧，赶快来吃炸鸡吧。所以你就会更加的没办法控制住自己。其实瘦子跟胖子它的那个肠道菌是不同的，每个不同饮食习惯的人，它肠道菌的组成也不太一样。但好消息是我们汰换肠道菌大概1-2周左右的时间，所以你其实在前面这1-2周是最痛苦的。你要把你的饮食习惯改过来，就是你尽量不要再去养这些，因为你吃越多，你就养越多这些肠道菌嘛。所以当你就是在这1-2周改成就是蔬菜、水果一些比较健康饮食为主的时候，你其实肠道菌也会相对被替换成这些比较不贪吃的菌，然后所以它也可以去让你在控制我的食欲上面是比较好受的。对，那第3个啊，其实就是刚刚我们一直都有提到的，就是说要事先准备一些嘴馋可以吃的东西。豆浆跟水果其实是我家常备的食物。我其实晚上我也是会嘴馋的人，我其实第一项都是先去喝豆浆，然后或者是水果这样子。那其他你可以找一些你自己喜欢的。那如果你真的很受不了的，那你就去选一个相对伤害比较少的食物，像是现打的果汁。就虽然说它整体上还是不好，可是它已经比真奶再好一点了。就是稍微满足一下自己的心灵，可以为自己设一些小目标啦，例如说忍1周忍多少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有一点点这个小 candy，但这个小目标不是每一天，就是我今天完成了早上跟中午，晚上可以回馈一下了。不是这样，你可能要拉长啦，1周2周，然后慢慢变2周4周这样子。第4项就是万一你真的嘴馋啊，真的忍不住了没关系，那我们至少要选对时机，就是也是选对一个对身体伤害比较小的时候，跑步后我喝真奶，就会相对平常的时间，或者是在其他的时刻，其实是不容易堆积脂肪的。是。那最后啊，就是提到第5项的小撇步，就是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跑者嘛，那要让自己就是不容易嘴馋，然后或不容易失控的话，其实你在运动前、中、后的补充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热量消耗比一般人大，然后当然也会容易饿，所以你要在运动前后去补对，然后才会让自己在整天的热量消耗上面是平衡的，你就比较不会想要去找其他的东西吃。好，那今天我们就是听完 Leslie 的分享，当大家一定都学习到非常的多在运动啊跟饮食之间。那如果大家就是有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其实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做留言。最后，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光头神童频道以及粉丝专页。那想要追踪我们美女营养师的，请搜寻粉丝团 Leslie 百岳跑者营养师。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